Hello，大家好，我是妙丽，欢迎来到我频道。我是一个创业家、英文老师，同时也是个知识型 YouTuber。在我20岁那一年，我创立了我的英文个人家教品牌妙丽的魔法学院。上周的影片我介绍了我创立品牌的心路历程，还没观看这一集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观看。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我希望可以将我创业到目前为止学习到的事情做一个小小的摘要。这些经历，我相信不论是对正在或是想要创业的人来说，甚至是对职涯迷茫的人来说，都会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内容咯 Let's go！第一件事情，永远都有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哇，那时候意外也是蛮多的。因为其实我在创立整个品牌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 big picture， 想说它应该要长什么样子。但是在完成这一个目的的过程中，我原本以为可以直线到达，但我走了很多的弯路。例如说，我在架网站的时候，基本上我以为我就是套那个网站上面的 template 就可以完成了，但我错了，就是我还要去针对不同的设备，例如说电脑、平板、手机不同的去重新设计它的界面。我没有想到会有我累爆的状况，我一直以为我是可以从早到晚工作都还觉得很精力充沛的那一种人。但是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创业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压力，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常常身体不太好，就我可能常常会头晕头痛或者是心脏痛等等的然后还有我觉得疫情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原本当家教当得好好顺风顺水，然后疫情突然来了，然后我的学生突然都不上我的课，或者是说要改远距上课，那段时间其实我还蛮难熬的。再来第二点，完美并不存在，我永远都达不到我心中的最好。我之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不怎么完美主义者。因为我一直希望事情可以做到最好，但是我会发现完美这一件事情其实从来都不存在。例如说，我想要创立我的品牌，我想要去扩大我的宣传，然后我想要去投放在各大社群媒体，可是我发现我个人我的人体是有极限的。我没办法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的事，毕竟每个人只有24个小时，而且我会发现我越做就会发现越多我可以更加精进、更加改进的地方。因为我当时抱持着我想要做到最好的心态，就会导致我一直没办法把成品给生出来。那最后的最后，我整个品牌 launch， 我整个品牌发出的时候，我是心想说，我只要有80分，我就可以丢出去，然后开始试着让这个品牌跑跑看，然后去营运看看。结果出乎意料是，在我心中80分的作品，在我朋友心中都是哇，这好厉害，这好 amazing。我现在的想法也是，像现在拍影片，我一开始也是很希望我可以把它用到尽善尽美，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80、90分，我就可以发出去，我没有必要去达到100分。第三件事，寻找聪明的方法做事，不要一个人埋头苦干。就是我觉得更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去找多一点的人手，例如说我可以请朋友帮我P 一些图，然后我可以教英文，或者是甚至教他们弟弟妹妹英文。对，然后再来是去寻找一些工具。最一开始 P 图我原本是用 Photoshop， 但后来我把它换成 Canva， 就付了一些年费，然后我发现 Canva P 图效率真的很赞，非常优，大推。还有包括我去做每一件事情，如何用最少的时间去达到最大的效率，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第4点，不要害怕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世界大到可以包容你的特别。当时我在系上，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我那时候跟系上的同学相处，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 outsider， 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有一群朋友，可是当他们在讨论他们的话题，例如说跟会计师、跟国考相关啊，跟补习相关啊，或者是跟事务所相关，我一直觉得我很格格不入，就是这些话题我完全无法插上边。当时我就连选课我都一直在选英文系的课，我只差没有去双辅。我选了很多英文的课程，选英文的课程，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在外面自己接案当家教老师。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在系上是还蛮孤单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创业，想要去变得不一样，那不要害怕它。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大的。我出了社会之后，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人，然后我才发现说，我的特别是可以被这个世界包容的，别人可以去接受并且欣赏我的特别。但是我在戏上一直觉得我处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必须说，其实没有必要感到不自在，因为你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第五，做任何事都有风险，你要去衡量风险，并且考量你能不能承担。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创业风险不会很大吗？但是其实，在我的眼里，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它的风险。对于我来说，创业的风险应该就是失去一个可以稳定赚钱的机会。别人在公司里面可以稳稳的每个月领到固定的薪资，但是对于我而言，进入公司的风险就是我只能够照着这一个制度慢慢的升上去，而且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其实这很看每个人的个性，因为的确是有人可以在职场 survive， 然后在企业里面呼风唤雨，这种人也是有。其实我发现我更渴望的生活是更有弹性、更自由的生活模式。例如说，我现在在当创作者，在当 YouTuber， 有一部分就是在实现我的梦想了。对啊，所以创业的风险大不大？很大啊。可是把我人生赌注在职场上，然后稳稳的升上去，风险大不大？这对我来说风险可能会更大一点。在第6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重要，可是你不要让别人的情绪变成你的内耗。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希望可以跟别人好好相处的人。但我发现，我一直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我可能会造成我心里的一些内耗。当我变成一个垃圾桶，然后无止境的去接收别人的负面情绪，我会变得内耗很重，因为我们的能量都是互相影响嘛。虽然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他对我倾诉的情绪，我会替这个朋友觉得难过，觉得可怜他的境遇，他会逐渐消耗我的能量。当老板之后，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有不会的事情很正常，并不是说当老板的我就是全知，我还是一直在保持学习的状态。例如说，我当时学了自己架网站，然后学了自己经营品牌，然后到现在我当 YouTuber， 我自己学剪片。我觉得身为老板，我应该要去把我重心放在不断精进技术的部分，然后我学会新的技术之后，再把我经验传承给我的员工或者是我的工作伙伴，这样子他们也可以用最快的技术去帮我完成更多的工作。第8点，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不纠结于过去，你会越来越强大。我想问，谁不会犯错？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有些人犯了错之后会去深陷在这个情绪中。我刚才为什么会那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的太蠢了，叭叭叭叭叭。但是其实这些纠结都没有用，这些纠结没办法去改变现况。如何去把伤害降到最低，然后不要纠结于这个情绪中。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更好？过去的错误就让它过去，然后放下它，然后往前走。完美的工作不是找到了，而是创造出来的。完美的工作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完美的工作定义是什么？可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我觉得我在创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幻想，就是我想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创业，我不用去公司上班，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我要去创造我完美工作，是需要我去用心设计的。例如说，我的工作我可以一个人做，也可以分出去让别人跟我一起做。我觉得创业家就是一个梦想家，我们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的工作形态。不管你是要做的很累，累得跟头牛一样，或者是你想要当个轻松的老板，这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第10点，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规则，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其实我家人一直很希望我可以当会计师 ，Sorry mom 我好像是一个更渴望冒险跟创造力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我应该会疯掉。我觉得我渴求更多的创意，然后还有依循着我的天赋走。而且这个世界
只要不犯法，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就是我其实职涯也转跳了好几个行业，像是我之前在外商银行工作过，后来我当了资安顾问，然后我现在又在当 YouTuber， 我职涯一直都在变化。我觉得我不应该被这个现实的框架给限制住，并不是说你读什么科系你就一定要做什么，重要是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然后想做就去做，不要害怕。然后这一期就到这边，谢谢你观看这一集的影片，我是妙丽。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内容。我是妙丽，我们下次见，拜拜。